你有没有过一种经验，请 AI 帮你做一个东西，它很快就做完了，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跟你想的不一样。以前我们会说，AI 可能还不够聪明嘛，但是现在的模型已经强到这个借口越来越难用了。最近 Anthropic 推出了新的模型，他们的工程师 Thoric 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现在工作品质的瓶颈已经从模型的能力变成我能不能把我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讲清楚。听起来有点绕口，但今天这支影片我想聊聊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它讲的就是我们接下来每个人使用 AI 的方式。这篇文章标题叫做 Finding Your Unknowns， 找出你的未知。它原本是写给使用 AI 来写程式的人看的，但我读完觉得里面的观念套用在任何 AI 工具上都成立，做简报、写文案、剪影片全部都适用。他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好懂。你给 AI 下的指令，它就像一张地图，而实际的状况，你的专案、你的档案，你脑子里面真正想要的样子是真实的地形。地图画再仔细，都会有没有画到的地方，那些没有画到的地方 AI 只能用猜的，他猜的就算再合理，可能也跟你想的不一样。所以他说那些地图上没画到的地方就是你的未知，你要做的就是在 AI 动工之前尽量把这些未知找出来。文章把不知道分成4种，我直接举个例子。假设你找旅行社帮你安排一趟日本的客制化行程，第一种你知道的，你要去日本5天，这个你很清楚，也会直接跟旅行社说。第二种你知道你不知道的，像是预算到底要抓多少，你知道这件事情还没决定，只是一直还没想好。第三种你不知道你知道的，这个最有趣，像是你很怕走错路，1天的行程塞太满你会崩溃，但你从来没有讲，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理所当然，可是旅行社不认识你，他怎么会知道？第4种你不知道的，像是周游券这种东西你根本没听过，连问也不会问，跟 AI 合作也是一样的道理。第一种没有问题，本来就是写在指令里，但剩下的3种全部都是地雷， AI 只能猜，然后你看到成品的时候才会想说，怎么怪怪的。作者在文章里一共给了8个方法，我挑4个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直接问 AI 你的盲点在哪。作者给的指令大概长这样：我要做这件事情，但我对这个领域完全不熟，帮我做一次盲点扫描，告诉我有哪些我不知道的事情，让我可以把需求讲得更清楚。这招对付的就是第4种，与其自己一直猜，不如让 AI 先把整个领域摊开给你看。第二个，让 AI 反过来访谈你。平常都是我们问 AI 问题，这招是倒过来，跟他说一次问我一个问题，把所有模糊的地方问清楚，优先问那些答案会影响整个方向的问题。回答到一半常常会冒出一句，咦，这个我还真的没有想过。这对付的是第2种，那些你知道你还没决定，但是一直懒得面对的事情。第3个，请 AI 做几个差很多的版本让你挑。有些东西你讲不出来你要什么，但你一看到就会知道要或不要。设计、风格、配色大概都是这种。作者的做法是请 AI 一次做出4个方向完全不同的版本，然后看着他们说这个太花，这个太无聊，这个感觉还不错。你的标准就是在这个挑选的过程中慢慢长出来的。第4个，给他一个范例代替你的形容。有时候你要的感觉用讲的很难讲清楚，但你手上刚好有个东西，那个就是感觉。作者的做法是直接把范例丢给 AI， 他有一段现成的程式码，行为就是他想要的，他就跟 AI 说读懂这个，然后在我的专案做出一样的效果。这招不止写程式可以用，想要某个网站的排版感觉，某支影片的节奏，直接把范例丢给他，再讲你想要改哪里。跟上一招一样，这对付的是第3种，那些你觉得理所当然讲不出口的标准，范例里面通通都有。文章后面有个案例我觉得很有意思，作者用 AI 从头到尾剪了一支影片，就是 Anthropic 这次新模型的官方发布影片。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影片需要调色，但他完全不懂怎么调色。他先跟 AI 说我不知道调色是什么，现在我看懂这个领域，让我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学了一轮之后，他才开始动手。这时候他已经讲了出来自己要什么，也看得懂 AI 给的东西好不好。这跟我们的直觉相反，用 AI 不就是为了省时间吗？不懂的东西直接丢给他，为什么还要自己先学呢？但这篇文章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花10分钟先把自己的未知挖出来，常常比事后花1个小时修改便宜的很多。作者的原话是，每一次的脑力激荡，每一次访谈，每一个小 prototype， 都是事情在变贵之前用便宜的方式先发现问题。
回到开头的那句话，工作品质的瓶颈从模型的能力变成你能不能把未知讲清楚。我自己的理解是 AI 越强，它能帮你做的事情越多，你没讲清楚的部分也越多。以前的指令技巧教的都是怎么把话说得漂亮，这篇文章教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先搞清楚自己有哪些话根本还没有说出口。下次你要请 AI 做一个比较大的东西之前，可以先试试看那一句 prompt， 帮我做一次盲点扫描，我想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那接下来进入友情推荐时间，讲到找出未知，其实我自己每次在选题的时候都会使用一个工具叫做 NotebookLM， 把收集到的文章、影片全部丢进去，让它帮我找到不同的切角，这个主题还有哪一些角度可以讲，哪些是我没有想到的。等于是在动工之前，先把地图上没有画到的地方找出来。如果你要处理的东西更复杂，像是要快速搞懂一个陌生的产业或公司，报告资料一大堆，连该从哪里读起都不知道的话，可以看看 VK 科技阅读实验推出的 NotebookLM 研究工作流。这堂课不是教你 NotebookLM 的每个功能，而是一套7个步骤的工作流，搭配整理好的提示词清单，照着做就能一层一层把产业的脉络拆开，产出你自己的关键洞察。等于把刚刚讲的把未知找出来变成一套照着走的流程就好。有兴趣的话，连结放在资讯栏，文章连结放在资讯栏。那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听别的主题，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